我娘很美，我哥聪明，我又没有爹，我总觉得我们迟早会回京享福。我哥呢？卢世子当街强抢我，苏秀才替我出头，被一箭穿心，还被挂在城外栈道示众。套车。卢世子有令，不许收尸。把我儿子放下来。若不是救我，苏公子不会死。回家。请准我嫁给苏公子，活人配冥婚，我用一生还他的恩。子和救你，是要你活，不是要你把余生埋进坟里。这张脸，我认得。你与我的一位故交有8分相似。故交，我要入京，为子和讨命。你若愿意，便随我去找亲生父母。天黑前收好，明日进城买马。我先收拾他的东西。不错，接着滚。要求太多，只能选一项。再闹，我就趁心情好揍你。子乔早出一盏茶，本是姐姐。她想要哥哥，从今日起，子和做哥，子乔做妹。可他会做玩具吗？我教他读书编发，手艺如何，10年后再看。妹妹，哥哥会学。先有河，再架桥，这才显得我有曲艺，名有水稳。你练剑只能强身健体，这套剑法更适合女娃。我习文，妹妹习武，遇到危险我便喊妹妹救我。可这一次我没能救到你。带上，他让我猜过阿娘的身份。这个字念什么？狄，这姑娘流落民间，及笄后被亲生父母寻回，从此与京城权贵、少年将军相爱相杀。你不会觉得自己就是书里的贵女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怀疑阿娘才是真千金。再笑就把阿娘引来了。我不笑了，以后妹妹说什么我都不笑。走，回家找证据。朝廷鼓励寡妇再嫁，继父善待孩子，还能寿长。苏娘子，媒婆今日又来问了。不嫁，
饭钱拿好。阿娘美得不像村妇，守寡10年不嫁，每月还随手给300钱。前朝皇帝纵容宦官，镇北王起兵清君侧，数年内乱，死了太多人，新帝才鼓励寡妇再嫁。阿娘不嫁，证明不了她是真千金。别躲了，洗手吃饭。发阿娘的东西不好。你是哥哥，得让着我。余家村、梁家村、陈家村，1县6村的田都是阿娘的。继续翻，要不要我告诉你们叫银票在哪儿？我只是怕家里坐吃山空。你哥读书像你爹，1遍能默，2遍能背。你若再不练字，簪花小站就要写成杂草了。阿爹又好看，又是读书天才，是，可惜死得早。我们家绝不普通。总有一天，阿娘会带我们回京。你是想做京城大小姐吧？我只是想看看京城。子乔，拿上铁锹，随我去见你爹。阿爹的坟里怎么会没有人？无鞘之剑，出手便要见血封喉。子乔，你怕杀人吗？不怕。可卢生辉是柏林侯世子，他母亲出自崔家，皇后是他姨母，我们杀得了他吗？卢生威有个做皇后的姨母，你也有个做皇帝的叔叔。皇帝是我叔叔。回去，今晚会有人替我们送马。明日就要进城，为何不趁城门未关，先去马市买马？不急，今晚自会有人送来。谁会白送我们马？诸葛亮草船借箭，我们守村借马。阿娘早知他们会来，子和救薛岩时，把玉牌交了出去。射杀子和的人叫鬼刀客，是崔家门客。他眼力极好，也见过这对玉牌。他为何蒙着脸？他为练鬼刀堵塞经脉，满脸青筋沟壑，不敢见人。当年我还用这块玉牌砸过他的脸，他只要认出玉牌，就会回来灭口。苏娘子，各家都按您的吩咐熄灯了。守入院门，凡持兵刃入村者，一个不留。送马的人到了。苏寡妇就在村东头，平日装的清高，当初拒我求亲，还打掉我2颗牙。大人杀他时，替我多补2刀。带路。贱人，你也有今日！自己人也杀？见过我们的人，一个不留。苏家杀完，再屠全村。
今年先送你1000只蝴蝶，明年生辰，哥哥再想个更好的。许生，苏姑娘已经受了3处伤，您再不出手，她会死的。我第一次下山杀人，只有14岁，也不是每一次都能赢。14岁，镇北王被刺身亡，天下将乱。他的嫡长孙宋敬则带着弟弟，花万两黄金求到玉昆山，请我师父出山。他们没求到我师父，只带走了14岁的我。12岁的宋时序，不信女人能做天下第一，更不信我能护住他兄长。放箭！最初我也会受伤，可那些杀手欺我年纪小，笑我是女娃，他们轻敌，我从不轻敌。子乔，看清他们的刀，今日你必胜。是你杀了我哥。今日只是试探，就算我死，后面也会有更多人来找苏玉宁。当年散播我怀孕后功力尽失，引来仇家围杀的是你的主子崔仪吧？宋敬则被毒死，宋时玉登基，取崔仪为后。如今崔家独大，你就算武功还在，又能改变什么？玩栽赃陷害，你们还嫩。卢生辉一个草包，为何偏偏被新帝委以重任，奉旨巡边？真只是让他离京避祸。你什么意思？天快亮了，带他去见子和。真丑，而且聒噪。哥，这只是第一个。卢生辉不管是谁的外孙，谁的外甥，
我都会把他带回来，让他跪在你坟前认错。这是尸首。27匹马归村里，劳烦村长清理院子，安葬尸体。阿娘，你14岁时怎么看上我爹的？从一篮野花开始。晚辈求见前辈，请前辈出山相助。第4日了，万两黄金买来的消息不会是假的吧？前辈不见，自有道理。明日再来。看了4日，看出什么了？他相貌好，耐性好，我还摸过他的骨，根骨上佳。我要护他平乱，再让他给我一个女儿传承剑诀。本门女子出山历练，可生女传艺。若无女儿，便择良才收养，唯独不可为男人动情。我只选根骨，不会动情。那就再等6日，看他是否有耐性，也看你会不会改主意。你还没我高，一个小姑娘也敢冒充天下第一。天下第一是我师父，但未来必然是我。从哪来回哪去。我护你平乱，谁想杀宋家主帅，都要先问过我的剑。事成之后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给我一个根骨好的孩子，传承剑诀。阿兄的玉佩，他果然是小偷。能在我毫无察觉时取走玉佩，苏教侠的本事，宋某信了。世子，王爷也遇刺身亡了。说来的是你师父，我父亲怎会死？再吵，连你一起埋。
站下，这哪就站下了？这个往回太状态啊！这说着剧情都是要剧情直拍啊！疼吗？最开始总会受伤，我救你性命，待你登基后，能否许我一个愿望？只要不负天下，我必为你做到。关窗。难怪从那一夜起，再没人怀疑阿娘。我师父是当时的天下第一，后来这个位置是我的。快下雨了，前面找客栈。照料好马，烧一桶热水，再送饭菜上楼。谁打的？我爷爷也是戏班班主。亲爷爷。我是弃婴，新朝未立时，到处都在打仗，是他捡回了我。3岁起，我学弹琵琶，学不好便挨打，学成后就随戏班卖艺。他在乱世里将我养大，恩重如山。可他没等我出班便病逝了。如今苏公子又因我而死，我这一生总在欠别人的恩。我哥救你，是要你活下去，才还得了恩。哥，你差点就能娶上个好姑娘了。有话便问。与我相似的那位故交是谁？谢若曦。你与她女儿年岁相仿，容貌也有8分相似。若我没猜错，你就是她的亲女儿。谢若曦。谢家当年与宋家有婚约，这件事要从我下山后的第3个月讲起。我下山后的第3个月，谢若曦去了镇北王府。她不是来找我的，是来向你父亲求一个答案。
镇北王准备清军侧时，老爷先劝他放弃，后来又想助宋家从龙，可还未决断，镇北王便遇刺了。如今老爷怕谢家受牵连，才退掉婚约，又替您定下李将军。您何苦再来？父亲考虑的是谢家得失，我等了10年，要考虑的是自己这一生。今日若不问清楚，嫁给谁，我都不会甘心。你在此等候，我只向宋家阿兄求一句实话。敢问宋家阿兄，可曾对若曦有过一丝中惜？世家联姻，看的是两族共进退。你我受家族供养，自然要回报家族。我与你定亲10余年，早把你当作最可信的伙伴。可你要的忠义，是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，还是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？我明白了。终究是宋某对不起你。多谢兄长告知实情，往后各自珍重。你若喜欢他，我可以连他一起保护，你不用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连累他。所作所为不是这么用的。你不喜欢他吗？她那么漂亮。那你觉得自己会喜欢怎样的人？剑夹刻在绝壁之上，只适合女子。男人即便学了，也难有大成。女子却会随着境界加深，渐渐淡去喜怒哀憎。既会淡情，你师父为何让你下山？他说不动情是为了护己，但人不可无情。若不识人间善恶，便不知道手里的剑该杀谁，又该保护谁。那你为何选中我？你长得好看，根骨也好。那我小弟如何？不怎么样。那我以后再替你物色。你可以喊我小字决绝，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，不必总叫苏姑娘。我吃长几岁，决绝唤我一声兄长可好？阿兄。决绝。他为何躲我？你在府中连杀3波刺客后，他便怕了。如今军中都说，宋家主帅请来了一位宗师。我师父是宗师之上的大宗师，将来我也会是。
我家小姐明日想拜访苏姑娘。我虚长几岁，可以唤你一声妹妹吗？可以。这样一双手，竟能一剑破开军阵。你的手也很好看。我的手只需写字绣画，看着体面，婚姻却由家族决定。妹妹的手满是剑茧，反而能握住自己的路。路若被拦住，用剑劈开便是。这样不会妨碍打架吗？不会，既要打得赢，也可以打扮得好看。衣裳要做，剑鞘也要做。妹妹总不能走到哪里都让旁人先被你的剑吓一跳。若不是这场乱世，你本该是宋家的儿媳。这些日子我留在妹妹身边，其实藏着私心。我想着你如此漂亮，又日日陪着宋家阿兄，他或许早已对你动心。你的确没有想错，我对宋阿兄有些打算。什么打算？我想让他给我一个孩子，若是女儿，便带回山中传承剑诀。他做他的皇帝，我做我的师傅，互不耽误。竟是如此，世间男人挑选女子传宗接代，到了你这里，竟全反了过来。很好笑吗？我自小学规矩，笑不露齿，行不见足，已经许久不曾这样痛快。玉宁，你不靠家族，也不靠男人，所以你可以选自己想走的路。姑娘，时候不早了。希望你此生所愿，皆可成真。就地纵宦官祸乱天下，镇北军今日以清君侧为名，出征！苏娘子是说，谢若曦很可能是我的亲生母亲。
真是谢家女，为何会被丢弃？我出生时战火未平，把一个婴儿扔在外面，就是要他死。我不知当年发生了什么，但谢若曦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。到了京城，我带你当面问他。我离村前找包打听买过消息，谢家当年站错队，新帝登基后一直不受重用。谢若曦后来嫁给李景浩，新帝还把镇北二字赐给了李家。李景浩有一位正妻，2名侍妾，除嫡长子和2个庶子外，还有一位17岁的李小姐，叫李念安。17岁，与我同年。李念安原是妾室所生，却因与崔家2房嫡子定亲，被记在谢夫人名下。若你才是谢夫人的亲女儿，这将军府里恐怕已经有了一个占着你位置的人。是不是你的，见了谢若曦自然清楚。今晚先睡，明日继续赶路。你教哥哥时，从未下这么重的手。紫河炼剑只能强身健体，连2流高手都难达到。你不同，你必须成为最强的那一个。你一直在等我变强，好让我保护哥哥，也为了让我能放心回京，找毒死你父亲、追杀我们母子的人算账。做这种事，若跑得不够快，便会死。前面有人！在下柏林侯府参军潘怀，鬼刀客一行未归，想来已遭不测。侯府不愿再与苏娘子为敌，只求您放世子卢生辉一条生路。他杀我儿子时，可曾想过给子和一条生路？世子在京城已经受过重罚，50大板险些要了他的命。陛下命他巡边，也是要他戴罪立功。他为何受罚？你不敢说吗？李念安在赏花宴上与御史家小姐撞了发簪，只争吵几句，卢生辉便给那姑娘下50鞍，毁她清白。姑娘留下血书投河自尽。大理寺查明真相，他才挨了50大板。
此案已经处置。50散会使人上瘾，本朝明令禁售。害死一条人命，只打50板，再送出金币风头，这也叫处置？皇权争斗最恶心之处，就是总拿无辜者的性命垫路。宋时雨把卢生辉送来巡边，看似保他，究竟是在护他，还是把他送到我面前做饵？陛下是您的故人，崔皇后更是卢世子的姨母。您若杀他，便是同时与皇室、崔家和柏林侯府为敌。柏林侯府已经大祸临头，崔姨压不住宋时玉的野心，崔家却还妄想成为第一世家、第一权臣，重演旧朝宦官一人之下的祸事。苏娘子既不肯退，那便只能得罪了。护住他，这一场不必你出手。阿娘，他们有100多人。剑匣大成，先忘情，再实情。我避世14年，剑招早已烂熟。今日出山，是要从忘情走回人间。3年战火，军民俱疲。崔家愿助我们攻入王城，条件只是主帅迎娶崔姨，封其为后。若您拒绝，他们便转头安亡。世家有人、有粮、有钱，请主帅早做决断，还百姓一个安定天下。明日之前，我给诸位答复。决绝，3年数百场战役。你护我走到今日，你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最初，我只想找一个根骨好的男人，生个女儿传承剑诀。现在还是要孩子，但理由不同了。哪里不同？这3年，我见过瞎眼却还替人做鞋的婆婆，见过失去双腿仍想回家的兵，也见过被乱军欺辱、病得快死还护着孩子的女人。师门传说，剑法来自离开人间的仙人，仙人去了天上，便再难庇护苍生。所以留下这柄剑，让乱世中的人有机会破开樊笼。我必须把它传下去。若我娶崔姨，做了皇帝呢？你做个好皇帝，我做个好师傅。我不会为你留在皇宫，
你也不必为我改变。阿兄，决绝与你相识一场，已经是无上的恩赏。等阿弟再长大些，我把江山交给他，随你回山可好？你先把眼前的天下救下来。15年了，我终究还是回来了。放箭！霜寒12周，传闻是真的。宋敬泽，你答应陪我归隐山林，可惜这一幕你再也看不到了。未在动刀的人可以走。我已经投降。他们放下了刀，你没有。带回去给伯良侯。我先会旧友，之后便去侯府取卢生辉的命。方才那一剑，看清了吗？那是阿娘的剑，我会有自己的剑。阿娘的剑，曾为天下而舞。我的剑没那么伟大，我只想替哥哥报仇。我和他从娘胎里就在一起，我做过姐姐，也做过妹妹，从未与他分开这么久，久到我快记不清他替我编发时铜镜里的模样了。记不清模样，便记住他想守住的人。我们不进城吗？白日进城要受盘查，等宵禁后走城墙。这里有人住。宋家军入京后，我曾住在这里。你父亲住在隔壁京兆尹，要安排军队防备就地余党，还要与世家和安王商议封赏。每日忙完，他便从侧门来陪我吃饭。若他忙得不来呢？我便翻墙过去，把未来的皇帝捆在床上，逼他休息。
先休息，天亮后再打听谢若仪的住处。哼唱着轻快婉转的京城小曲，我们是不是擅闯民宅了？擅闯民宅与杀侯府参军相比，哪个罪更大？安静，再叫便把巡逻队招来了。你的主子姓谢。奴婢翠秀是谢夫人的贴身丫鬟。这座院子为何一直有人打扫？夫人说，此处属于一位故友，他命奴婢每日前来，说那位故人终有一日会回来。谢若曦现在可好？夫人不好，谢家因当年退婚，15年来处处谨慎。将军府还把陛下赐予镇北封号的事怪到夫人头上。他的孩子呢？夫人战乱时生过一位小姐，刚出生便夭折，后来妾室生下李念安。将军说夫人失女需要安慰，应把李念安记到夫人名下。大小姐一直由亲娘教养，挂着夫人的名，却不敬夫人。他们看重的是谢家名头和夫人的嫁妆。夫人训他，他便向将军告状。谢若辉与李景浩呢？嫡长子出生后，夫妻感情变淡了，如今只是维持体面，已经多年不同房。谢家子弟大多外放，京中只剩夫人独自支撑。李念安逼死御史家小姐后，如何处置？皇后亲自下诏申斥，又派2名嬷嬷到府中教他规矩。崔家二房也想退婚，只因现在会坏2家名声，才暂时压着。翠秀，看看他。太像了。若夫人的小姐还活着，如今也该是这般年岁，这般模样。可你方才说，他的女儿已经死了。把荷包交给谢若曦，告诉她，故人已归，明日4时在此相见。女侠，你们不会伤害我家夫人吧？他让你守着这里，就是在等我。我回来，他隐忍15年的仇怨，也该得到报偿了。旧宅太安静，若有人跟踪，你家夫人一来便会暴露。改到城中最大的戏楼，明日巳时3楼偏厅。
先打听侯府动静，再给你置办见母亲的行草。柏林侯府昨夜是否出了事？太尉不少伤兵，潘参军也没回来。可侯爷紧闭府门，没报官，也没搜人。死伤过半，侯府竟忍得住，会不会暗中等着我们？所以更要小心。明日要见谢夫人，总得精神些。佛像都要镀金，何况是人？颜色太艳了，你是在替我哥守灵吗？我并不了解他。那我告诉你，苏子和原本是弟弟，因为我想要哥哥，他便让了我。我嫌他不够高，不够强硬，他也从不生气。他一直都这样温和吗？他11岁便写的一手好字，15岁成了县里最年轻的秀才。媒婆快踏破门槛，阿娘却只问子和喜欢吗？他不喜欢，那便算了。那他喜欢怎样的姑娘？想过怎样的人生？我不知道。我总以为双胞胎心意相通，却从没认真问过想要什么。你欠我哥一条命，所以必须记住他。这是你的报恩答卷。记住那个不完美，却最好的苏子和。若有一天，我的记忆淡了，至少还有你能告诉我，他曾怎样活过。明日巳时，就在这里见谢夫人。谢夫人，3楼偏厅已经备好茶水。人还没到。我说过，拖着腋下带我上楼也可以。那样费手。阿娘当年也这样提我爹吗？不会，你爹高他太多，这样提不美观。他是谁？你女儿出生时身上可有胎记？小姐左胸有一颗米粒大的红痣。我没有红痣，怎么可能？但我的左胸有一块刀疤。是他竟然狠到这种地步。
嬷嬷，带他去隔间宴上，翠秀也去。你能确定他的身份？他就是我的如儿，他本名李如安，连李念安的名字都是照着他取的。为何李如安会流落在外17年？是李景浩，对吗？夫君为何这样看我？没什么。快去请稳婆！夫人，是位小姐。孩子呢？死了，已经烧了。我听见他哭了，我听见他哭了，把女儿还给我。孩子究竟去了哪里？那孩子早产1个月，看起来却像足月。若曦婚前又在镇北王府停留多日，我怎知他是不是宋敬泽的种？洞房之夜的原判你亲眼见过，仅凭猜疑，你便要杀自己的女儿？战事未平，谢家还需要李家的将才，此事不可外传。所以如儿的命就这样算了。李景浩负荆求罪了1年，谢家便原谅了他。后来我生下嫡长子，他开始纳妾，又把李念安强记到我名下，开祠堂顶掉如儿的位置。这些年，你没有查过？我查过，可宋家入京，崔氏封后，
谢家因退婚之事处处受压，族中子弟外放，我被李景浩困在府里，所有线索都断了。伤疤的位置就是当年的红痣，小姐不会认错。如儿，你此次回来，可想好要找谁索命了？15年前，毒杀宋敬泽之后，谁得到的最多？宋时玉登基，难道是他？宋时瑜可能参与了围猎，但他也是猎物。真正从4大世家中脱颖而出，扶起新帝，坐稳后位的是崔家。清军则由宋家来做，名正言顺。崔家若亲自推翻旧帝，既无皇族名分，又会遭卢、李、谢3家围攻，所以他们需要宋金泽领兵，需要宋家替他们打进王城。既然需要他，为何又要杀他？宋敬泽本就不愿困在皇位，他答应平定3年内乱，待百姓安居，便禅位给宋时玉。连崔家的婚书写的也是宋时周与崔姨的名字。宋敬泽已替他们打下江山，又提前写好禅位诏书，对崔家而言，他没用了。不，他太有能力，也太有主见，心里还有一个不会受崔家控制的人。这样的心地，对崔家不是无用，而是碍眼。所以在登基大典前夜，不再有丝毫翻涌，他们让他死了。时珍，把毒逼出来。此毒已经入心脉，无药可治。是谁下毒？你不知道，还是不能说？走，这是陷陷阱。
你说过要随我回玉金山，这一次去不了了。阿兄，等我。苏玉宁，投降不杀。宋敬则尚未合眼，丧钟便已响起。你们毒杀他，再引我入宫，是想连我腹中的孩子一起除掉？拿下他！我若杀尽你们，宋敬则用3年换来的安定便会再次崩塌。我今日不杀，不代表此事作罢。从今日起，我会夜夜入诸君梦中，不论何时，不论何地，我要杀谁，谁便要死。恭喜夫人，儿女双全。男孩叫苏子和，女孩叫苏子乔。你们的父亲为天下而死，我要等你们长大，也要等害他的人露出马脚。已经15年了。你一直在等孩子长大，也在等真正的凶手露出破绽。如今孩子已经长大，我也回来了。李景浩得镇北封号，并非宋时瑜故意羞辱谢家，而是在教打他。当年李景浩率千骑围攻，却没能留下我。宋时瑜是在提醒他，那笔账还没有算完。如儿，先随嬷嬷去隔间整理衣裳。我有几句话要单独与玉宁说。
胸口那一刀，也是李景浩刺的。他想毁掉弘志，再将孩子丢远，让我永远无法找回。为何不告诉他？他刚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，不能立刻再知道亲生父亲曾想杀他。请给我一点时间。你准备带他回李家？她是我的女儿，自然要堂堂正正回去。李景浩、李念安借走他17年的身份，我会让他们连本带利还回来。李景浩和李念安都是崔家的马前卒，我助你清算崔家，你也替我压住李府。这是苏公子的遗物，我不能收。我的是剑碎昆玉，哥哥的是天下知我。他原想6元及第，让天下人都知道苏子和的名字。要怎样才能让天下人都认识你？每3年都有一个状元，我便做史上最年轻的状元。再一举6元祭敌。到那一日，苏子和3个字自然会写进史书。那你可不能输。别忘了我们为何来京城，富贵也好，亲生父母也好，你都要记住，是谁用命救了你。我不想怪你，可我也做不到完全不怪。苏子和是我的半生，他死了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再完整。所以替我记住他，别让高门富贵抹掉他的名字。我不会忘。如儿随我回府，玉宁，你要做的事，我会尽力相助。这是夫人留给郡王与苏娘子的旧话。原来阿爹长这样，谢夫人把你们画得真好。阿爹看着阿娘时，眼里像是有光。那时他还活着，眼里自然有光。
母亲，他是谁？谁准你把他带回来的？夫君，我找了如儿17年，她胸口的伤疤，她的年岁，她的容貌，哪一样不能证明身份？当年的孩子已经死了，随便找来一个相似的女子，便想冒充李家嫡女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可如今李念安与崔家的婚事已经动摇，李家若失去崔氏助力，你在太平县岳还能靠什么稳住地位？如儿是我的亲女，是谢李两家名正言顺的嫡系血脉。她回归族谱，既能修复李家与谢家的关系，也能代替已经失势的李念安，成为新的联姻筹码。你愿意让谢家重新扶持李府？只要如儿认祖归宗，我与夫君仍是一家人。哼，3日后开祠堂，将他记入族谱。至于念安，他既得柏林侯世子喜欢，也不愁高门婚事。谁在那里？去柏林侯府，我要见卢世子。果然去了。母亲方才的眼泪。当一个女人决心害人时，自然要演到对方心里。李景浩出身旁系，靠谢家门面和战功才走到今日。他想要李家的地位，崔家的助力，谢家的声望，我便让他以为自己全都能得到。母亲，薛言这字比我的还难认。李景浩同意他入教谱，谢夫人的第一步成了。你知道柏林侯府为何至今没有搜捕我们吗？潘怀的头都送回去了，他们反而关门不出，的确奇怪。崔、卢、李3家靠姻亲相连，谢家因站错队退出。宋时瑜登基时年纪尚小，手里只有兵，没有治国的人，只能任由崔家通过联姻做大。可崔家站得越高，卢、李两家便越不甘心。宋时霄只需稍加挑拨，3家同盟便会自己生出裂缝。李念安与卢生辉闹出的丑事，就是那道裂缝。柏林侯与宋时瑜虽是连续，他终究姓卢。卢家被崔家压了15年，他比谁都希望崔家倒下。柏林侯已经看懂了，皇帝要借卢生辉引出我，再借我对付崔家。卢家若继续追杀我们，便会替崔家挡刀。若按兵不动，无论皇帝与崔家谁胜谁负，卢家都有机会取而代之。宋时瑜知道我们住在余家村，你父亲和叔叔当年能花钱买到玉昆山的位置。15年过去，皇帝为何查不到我？所以他故意把卢生辉派到边城。卢生辉犯事离京是必然，宋时瑜或许只是想用他逼我现身，却没有料到他会强抢薛言。
更没有料到子和会为救人而死。御史家的姑娘，我哥，都是他们斗法时被踩死的人。可惜了那姑娘，也可惜我哥。宋时玉利用了每一个人，也包括我们。被人算计，不等于只能照着他的路走。既然他想看崔家倒，那我便让这场火烧火再大一些。娘，我们何时动手？快了，这场大戏马上就要唱到高潮。辉儿年少无知，我愿倾尽财物赔偿，只求苏娘子饶他一命。所以我哥就该死吗？辉儿并不知道他的身份。若他知道子和是我的儿子，便不会杀。若只是普通百姓，杀了也就杀了，是吗？我家夫人好声好气相生，你们为何如此不讲道理？你也只是个下人，按你家夫人的道理，杀了你也无妨。要不要你替卢生辉偿命？侯爷说此事已经解决，让我不必过问。可我只有辉儿一个孩子，我不能把他的命交给一句解决了。所以柏林侯瞒下我的消息，准备舍掉儿子，保住卢家。只有你还以为靠这些珠宝便能买回卢生辉的命。任何东西都弥补不了丧子之痛。若我告诉你宋敬泽的尸骨所在，你能否放过辉儿？崔韵，死到临头还如此愚蠢，难怪交出卢生辉那种败类。宋敬泽葬在哪里，自有宋家人告诉我，何须你拿来谈条件？你以为自己在报仇？你的每一步都被别人算好了。夫君死了，儿子也死了，都是你活该。毒死宋敬泽的那碗茶，就是宋时瑜亲手端给他的。你如今帮新帝铲除崔家，是在替杀父仇人卖命。你说的是，我会亲自查证，但卢生辉的命，我势在必得。若崔韵所言非虚，真是兄弟聚角。宋时瑜为了皇位害死阿爹，阿娘准备怎么办？若他也参与，那就一同上路。崔韵敢登门求情，柏林侯为何不来？因为柏林侯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他牺牲一个参军和半数府兵，终于摸清了我的规矩：兵刃相向者，必杀之；未动刀兵者，我不取其性命。所以他按兵不动，准备看皇帝和崔家厮杀。他甚至没有把这条规矩告诉崔韵。崔韵若激怒我，死在此处，柏林侯既能少一个麻烦，又能继续向崔家表忠心。连自己的夫人和儿子都能舍弃，这些人
当真只认权势，所以才要等他们彼此猜疑，彼此撕咬，等所有藏着的手都伸出来。也没那么难。阿娘，看看我自己编的。左边高了半寸，后面松了些，不过能见人，没有苏子和编的好看。多编几次便会了。我们还要等到何时？等到今晚，阿娘带你去见见叔叔。哪个叔叔？宫里那个。觐见皇帝这么随意的吗？阿娘认得宫里的路。镇北军占领京城后，为防宦官与就地党举从暗道逃走，大军曾拿着建功图纸，将皇宫一寸搜过，暗道和密室的尽数被废。我也看过那张图。宋世超后来虽重修皇宫，宫殿位置却改不了。窗户也有人，怎么进去？什么人？安静些，我不是来杀你们的。收到，不可对夫人无礼。夫人，陛下已经等候许久，请。宋时序，你怎会想到用这种方法换我回京？因为我有事要求助嫂嫂。你捧杀崔氏全族时，可曾想过有多少百姓会受害？宋敬昭将皇位交给你，不求你立下千秋功业，至少不该让天下继续水深火热。嫂嫂以为我当真愿意惯着崔家？我手握10万镇北军，还有阿兄留下的3000旌旗。可等我坐上皇位，才发现我的诏令连京城都出不了，便会被世家篡改。我让官员办事，他们便推诿称病辞官。我杀过人，也宦过官，可我手里根本没有足够的治国之才。从京官到地方官，全是世家的门生故幼。安王尚在，天下初定。我若与崔家开战，隔日江山便会易主。除了忍让，我还能如何？就地捧起了凌虐百姓的宦官，你捧起了崔家。你可以有无数理由为自己辩解，但我只问一句：宋敬泽一直戒备世家夺权，让他中毒的东西，究竟是如何送到他面前的？是我。那杯毒茶是我亲手端给阿兄的。明日便是登基大典，敬泽兄兄还在处理用务，你去陪陪他吧。明明阿兄与你更加般配，最后却要你嫁给我，
既然婚书上写的是你，我便是你的妻子。把这些送去，也让兄长知道你一直惦记着他。阿兄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。你忙了一日，先喝口茶。阿宇也知道照顾人了。是你下的毒！你可以杀我，可崔家不止我一个女儿，你杀了我，家族还会送另一个女子入宫，只要皇后姓崔便够了。天亮便是登基大典，你若不肯去，崔家的高手会按着你去。我找过崔姨，可她根本不在乎被我发现。宫中兵马与李景浩的兵马互相对峙，镇北军又在城外，崔家算准了，我根本没有别的选择。于是你心软了。15年来，杀兄之仇，我一刻不敢相忘。崔家自我继位起便不断给我下毒，如今我命不久矣，我必须在死前为下一任皇帝扫清障碍。等到了地下，我自会向阿兄叩首赔罪，只求嫂嫂再帮我最后一次。请苏少侠助我。宋敬泽，你该早已走过奈何桥了吧？你要的安定，还有害死你的那些人，我送他们下去陪你。这15年，我只做了2件事：第一，纵容崔家扩张，让他们声名扫地，成为其余世家的眼中钉；第二，暗中选拔寒门与没落士族的人才，将他们分散到各府衙。崔党一除，这些人便能立刻接手政务，不至于让朝堂停摆。崔家发现了，所以他们加重了我身上的毒，想让我早些死，让崔姨的儿子继位。崔家还请来4位顶尖高手，分别保护4位嫡系家主。一旦京中清算开始，他们便会护送家主逃往外地，意图东山再起。你想让我拦下这4个人？一个都不能走。为何不直接派人送信？我不能确定能否找到嫂嫂，所以备了2条路。若嫂嫂不来，我只能用第2侧强攻，代价会大上许多。卢生辉也是你的路？他因御史嫡女一案离京，本就在我的布局中。我想借这个肆无忌惮的蠢货逼嫂嫂现身，却没想到他会撞上子河。你明知他是个草菅人命的疯子，是我低估了他的恶，
也高估了自己掌控人心的本事。子和的死，我有责任。15年前，我曾想过，双胎之中，或许会有一个男孩。若是男孩，又会怎样？你想做皇帝吗？你想啊？真的？怎么，你要扶持我做女帝？现在扶持女帝，恐怕来不及了。不过镇北君的虎符可以给你。以后你堂弟若做不好这个皇帝，你便掀翻他，自己登基。既然叔叔如此厚爱，我就不客气了。4位高手交给我，天亮之前把他们的位置送来。阿娘，剑诀既然如此厉害，为何不开宗立派，让更多女子习武自保？你师祖有2个徒弟，一个是我娘，一个是她的亲女儿。那位师姑借剑诀之力滥杀无辜，师祖清理门户时，只需杀她一人。若弟子众多，其中有人作恶，牵连的便不止一人。还有，我们只有2个人。想找皇亲国戚报仇，安平枫树，提剑便去，不必担心门派里的其他人被报复。练此剑诀，需动心忍性，淡情博爱，寿命也会比常人漫长。太多这样的强者出现，世间便会失去平衡。我懂了。我做官，一为扬名天下，二为边城百姓。我不贪京城繁华，只想去别人不肯去的荒芜之地，教百姓农耕，帮百姓过日子。那我呢？子乔是一把剑，也是人间的标尺。世道不平，无人可活时，你就会成为天地间唯一的准则。桥架在河上，可以通人；桥架在悬崖，可以富民。桥是很伟大的，所以子乔也会很伟大。苏子和，你说的话我都记得。阿娘何时回来？试过那4位高手，自然就回。你暂且留在宫中，别让宋11先死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封苏子乔为凤仪郡主，赐金册10亿3千户。凤是皇后的标配，你把这个封号给我，不怕朝臣吵翻天？朕就是要他们吵，吵得越凶，藏在崔家身后的那些人漏得越快。陛下，李景浩求见，他寻回了失散多年的嫡女，特来求见陛下，为其求取诰命。
京城这场戏唱得越来越热闹了。听说那位李家真千金流落在外多年，早就委身他人，还做过歌姬。这种人也配记入谢夫人名下？谣言无法自证，你越解释，他们越会说你心虚。母亲，流言真是李念安与卢生辉散播的？是又如何？既然他们想玩，那我便陪他们玩玩。卢生辉强抢民女，杀害苏子和，人证、物证俱全。苏子和乃晋王遗子，虽未入宗邸，也有宋氏血脉为证。你亲眼看见卢生辉杀人？民女亲眼所见，苏公子为救我而死，请陛下还他公道。传旨，捉拿卢生辉，押入刑部大牢。放开！不过死了一个边城秀才，谁敢治我的罪？清血！我儿身上还有伤，万不可碰破一丝油皮。母亲放心，过2日我便回来了。苏子和从未进入宗室，如何能算郡公？靖王虽未登基，却以亲王之礼下葬。苏子和为其亲子，郡公之位名正言顺。犬子罔据国法，杀害宗室，臣教子无方，愿大义灭亲，请陛下依法处置。卢生辉杀害郡公，证据确凿，判秋后处斩。杀边城百姓只需挨几板子，杀了皇帝的侄子就要秋后问斩。原来这就是皇权。想护一个人时，人命不值一提；想抛弃他时，旧账便能一笔笔清算。父亲，我做了17年嫡女，你怎能为了这个野种抹掉我的名字？若不是你与卢生辉闹出丑事，李家何至于此？滚回房去！连毒都下得如此拙劣。放开我！我是将军府嫡女。李家嫡女李念安，今夜已经病逝。卢世子不是喜欢他吗？送给你儿子配冥婚了。苏公子，我会永远记得你。
陛下，崔家刺客同时袭击各位皇子，已有3位殿下遇害。太子落水身亡。太子的死，也是你安排的。崔家既然要杀朕的其他儿子，朕便趁乱除掉他们唯一能够扶上皇位的太子。苏子乔，随朕去见皇后。皇后，朕有一个问题。自阿兄死后，朕谨小慎微，从不碰来历不明的饮食。你究竟何时给朕下了毒？因为我把毒下在了自己身上。陛下，每次与你同房，我都会提前服下解药。你与我朝夕相处，毒素自然一点点进入你的身体。原来你连自己都能利用，怪不得你的孩子不是流产，便是早夭。我本不愿嫁你，父亲说宋敬泽不好掌控，让我选你。事实证明，你的确比你哥哥蠢笨得多。崔家还留了什么后手？你害死我儿，凭什么以为我会告诉你？就凭你睚眦必报，得不到便宁可毁掉一切。你的心腹已经招了。15年前，你喜欢的人是阿兄，阿兄已有嫂嫂，又留下禅位诏书，将你的婚约改到我身上。你便接近我，安慰我，骗取我的信任，再借我的手杀了他。宋时雨，别告诉我你爱过我，那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我乃天下第一世家崔氏嫡女，毒杀2任帝王，稳居后位15载，天下有何男人及得上我？我看上宋敬泽是他的福气，他怎敢推脱，怎敢把我拱手让人？既然他不要地位，也不要皇后，那便别活了！皇后娘娘，薨逝。崔氏异地起兵，以清君侧为名，拥立安王世子。封锁京城，将崔氏流经族人全部下狱。 4位家主呢？不在被捕之列。他们逃不过阿娘的剑。太子太傅是谢家人，送走一个崔氏，又扶起一个谢家，你不怕重蹈覆辙？谢家势力大减，正好为我所用。我还能撑2、3年。这段时间，我会教导太子，也会扶持谢家。谢家是太子的磨刀石，既不能让太子权柄过剩，肆意妄为。 也不能让谢家一家独大，危及皇权。你们皇宫里的人都要这般弯弯绕绕吗？
崔氏覆灭，百姓便能安居乐业了吗？不能，但世间还有你，你会成为悬在昏君头顶的铡刀。神佛无度，君王无道，你便拔剑斩尽无德之人。崔家当年急着杀你阿娘，就是因为他们怕世间真有这样的人。请替我带他看看，他曾想守护的天下。末将认得君主是靖王之女，却不认为君主能领兵。不服者，皆可上前。末将参见主帅。整军，出发。15年后，这个噩梦该我来当了。降者不杀！苏夫人留步！皇婶去了亲王陵，孤派人寻找，却再没见他回来。传道授意继承，师徒缘分便尽。此后长路，道阻且险，当由你独自前行。若再相见，必是你滥杀无稽之日，届时为娘会来清理门户。另，记得选一个好继承人。阿娘，阿爹，我会走好自己的路。李念安已经被你母亲折磨死了，他说先送下去，替你探路。听说你要做太子妃？父亲已被母亲一杯毒酒送走，李家嫡系认我为孙女，谢家归朝，李家依附，我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皇宫并非好去处，我前半生行过千山万水，后半生不愿再仰人鼻视。我被践踏过，所以更知道人不该被践踏。我要成为太子面前的镜子，让他永远记得百姓幸经历过什么。
认错的话，说完了吗？哥哥，害你的人，我带回来了。子乔，渡我过河。可我希望你留下，别过那条河。龙凤糖花一日只有一只，再晚便买不到了。一块糖而已，不值得排那么久。只要是给你的，便值得。你在这里听戏，我去排队，别乱跑。苏子河，妹妹救我！